传递医学资讯，共享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丁医生，从事肿瘤临床工作20余年，同时也是美国认证的营养健康咨询师。现如今呢，很多人在进行饮食选择的时候，都很关注热量，关注碳水。哪怕是在吃水果的时候，也担心水果当中的热量过高，会对自己的健康造成影响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哪一些水果既能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，又不会让碳水的摄入超标呢？我们都知道水果里面含有天然的糖分，所以呢，在计算每天的碳水总量的时候，一定要算进去。但是别误会了，这些水果当中的糖分往往伴随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所以水果算是最健康的碳水来源之一。从营养学上来说，每15克碳水算1份。那与其避开水果，不如聪明的来进行选择，让每一份碳水更有价值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夏天最常见的水果西瓜。西瓜是夏天的清凉首选。西瓜当中含水量非常高，高达 92%， 但是碳水却是很低的。每100克西瓜大概只有 7.5 克的碳水。同时呢，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。一块西瓜或者10颗西瓜小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第二种是哈密瓜和香瓜。100克的哈密瓜大约含有8克的碳水，所以一大块哈密瓜根本没有问题。它不含胆固醇，钠的含量也很低，却富含有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和叶酸。哈密瓜可以和酸奶一起打成冰沙，又清凉又营养。那还有一种就是香瓜，也叫蜜瓜，它的口感是最甜的，但是碳水仍然很低。每100克的香瓜大约含有碳水是9克，同时呢，它还富含有钾、铜和维生素 C。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浆果家族，草莓、覆盆子、黑莓之类的。草莓，一杯草莓片只有7克的碳水，维生素 C 的含量几乎和橙子一样多，它还带有抗癌、护心的植物营养素。记得草莓外面不要去裹巧克力吃，那样的话碳水就会翻倍。覆盆子，覆盆子的纤维含量特别高，每杯覆盆子大概有8克的纤维，所以碳水也是很低的。一杯覆盆子就相当于是1份碳水。缺点呢，就是覆盆子的保鲜期很短，最好呢少量的购买，尽量吃得够新鲜。接下来是黑莓。一杯黑莓不足10克的碳水，但是黑莓的抗氧化物的含量是最高的，能够帮助抵御疾病，还比其他的水果更不容易引起腹胀的感觉。那说了浆果，我们来看一下桃子。100克的桃子只有8克的净碳水。桃子一般都很甜美多汁，热量呢却很低。一颗中等大小的桃子只有50卡路里，却能够提供 15% 的维生素 C。 桃子如果和低脂的奶酪进行搭配，就是一份高蛋白、低碳水的完美小吃。别忘了还有牛油果。对了，牛油果其实也是水果。每100克牛油果只有 8.5 克的碳水，却富含有纤维和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。钾含量甚至比香蕉还要高。牛油果对心脏的健康是非常友好的。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菠萝。100克的菠萝大约含有11克的碳水，但它金属锰的重要来源，有助于神经系统和血糖的调节。同时呢，含有菠萝蛋白酶，可以帮助分解蛋白质。另外一种水果是李子。
一颗中等大小的李子只有 7.6 克的碳水，还富含有钾，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和中风。但是要注意，我们所熟悉的硒镁，也就是李子苷，它当中的碳水含量是极高的。100克的硒镁，100克的李子苷当中就含有碳水64克。那还有人问，那我如果吃罐头水果应该怎么办呢？能够选择的话，我们尽量吃新鲜的水果或者冷冻的水果。如果只能选择罐头的话呢，那就请挑100%果汁或者标含有清水浸泡的罐头。最好在吃之前呢，再冲洗一下，以此来减少罐头水果当中的多余的糖分。所以我们说，水果并不是减碳水饮食的敌人。聪明的去进行低碳水果的选择，既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，又能够兼顾营养的补充。传递医学资讯，共享健康人生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亮小铃铛，订阅医生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健康科普了。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如果您有想了解的话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咱们下期继续。